嗨，大家好，我是老米，和大家又见面了，真的很开心啊。最近呢，很多媒体都在讨论说美联储可能要减息了，而且现在也有了一些迹象表明美联储很有可能会停止加息。那么我相信美股的投资者们一定都会想知道，减息之后美股会不会涨呢？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话题。如图所示，自2000年到2022年，美国一共出现过3轮减息周期。如果我们把同期标普500指数的走势加进来，那么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减息并不能让股票上涨，只会让股票下跌。当然，这每一次下跌的姿势和跌幅都不太一样。现在我们就来详细分析一下这每一跌都是怎么回事，找找其中的规律。第一跌，2000年12月到2003年6月，美国基本利率呢从 6.5% 降到 1%。在这个过程中，标普500指数基本是毫无抵抗的，单边下跌，最大跌幅 40.32%。这次的美股大跌与一次著名的股灾联系到了一起，那就是2000年的网络股泡沫破灭。我相信很多股龄足够长的朋友都会对那次的大股灾心有余悸。第二次的减息周期，那就是2007年的8月到2008年的12月，美国的基本利率是从 5.25% 降到了 0.2%。在这个过程当中，标普500指数基本上也是没有任何的抵抗单边下跌，最大跌幅 42.16%。这次的美股大跌又与另外一次著名的股灾联系到了一起，那就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我相信很多40-50岁的朋友们应该都会对那次的大股灾记忆犹新。第三次减息周期，那就是2019年的7月到2020年的3月，美国的基本利率是从 2.5% 降到了 0.2%， 而标普500指数在此期间最大的跌幅呢是 20%。 这次的下跌虽然下跌的幅度不是很大，持续的时间呢也不是很长，但是杀伤力足够大。很多20-30岁的新进股民想必都还会记得2020年3月的时候，道琼斯指数几乎天天1000点暴跌。我相信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真的突然加息，我的美股还能逃得掉吗？其实大家不用心慌，不出意外，美股是会给大家逃生机会的。细心的朋友们可能都已经看出来了，美联储第3次降息的时候，标普500指数先是小跌了1个月，然后又反弹了2个月，最后才开始下跌。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其实就叫做翘尾效应。翘尾效应呢，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经济现象，在之前的2次降息当中其实也都出现了。我们可以看一看第一次减息之后，标普500指数先是反弹了1个月，然后才下跌的。而第2次的减息呢，则是反弹了2个月才开始下跌的。这个翘尾效应其实就是留给大家的一个逃生窗口。当然，我们也不用等到美联储真的开始降息才卖股票。美联储在降息之前呢，其实往往会进行预告。怎么预告呢？我2022年底的时候做过一个视频，名字叫做《未来3年利率趋势》，里面就有相关的内容。大家看到这个视频最后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它的链接。现在的你想必已经非常清楚了，如果减息，股票通常是会下跌的。为什么呢？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2个。第一个，美国减息往往意味着美国的经济衰退
已经开始了。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那么美股应声而跌，也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就像现在美股为什么大跌，那就是因为各大金融机构已经预见到了明年美国经济可能会出现严重的衰退，那么股市就开始提前反映经济状况，这段时间的大跌就因此而来。要知道，其实12月在美国的历史统计当中是各个月份当中上涨概率最高的一个月份，但是这一次在2022年的最后一个月却反而出现了下跌，就是因为现在的股市开始提前反映经济，提前反映明年可能会出现的衰退和明年可能会出现的减息。第二点，美国的减息就意味着投资美元的收益下降，大量的逐利资金将会从美国的资本市场撤退，输出到世界各地去购买那些之前由于美元的加息而变得足够便宜的全球资产。大家可能就会有疑问了，为什么之前在美国加息的时候全球资产就会变得便宜呢？原因主要就在于美国的加息意味着美元的收益率上升，会造成美元从世界各地回流到美国，使得世界各地的资产价格都出现下跌。例如2022年的时候，美联储8次利率会议有7次的结果都是加息，那段时间大家应该会经常听到这样的新闻：日元崩了，欧元崩了，甚至还有很多人说人民币也崩了，而有些极度悲观者还说人民币要跌到1美元兑换8人民币。那么为什么各国的货币会纷纷下跌呢？其实原因就在于美国加息，美元回流。什么叫美元回流啊？当然以后有时间呢可以跟大家再详细说一说。所以美国减息了，美元收益率下降了，那些曾经回流的美元当然要流回去购买那些之前由于美元加息而下跌已经变得足够便宜的资产，而这也是美元割世界各国韭菜的由来。如果你想对未来美元的利率趋势有进一步的了解，可以去点击这个视频，未来3年利率趋势。朋友们再见。